准备看，我们可以先上午餐了吗？看这位艺人嘉宾他带什么食物来，他喜欢吃什么？黑白菜头粿哦，还有，都是本地的这个小贩中心美食。哎呦，给我受不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嘉宾上节目的时候要不要加一些那些大鱼大肉？其实最难买的是这些，因为要排队。聪明，你一次跟我叫 AP 排到完。全听你说。来了。来了 ，Hello，你干嘛自己推这个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带 wine 嘞。你这个是 wine bag 嘞。对了，这是 wine bag 咯，我们要吃饭吗？不，我看，他真的带 wine 嘞。去人家的家里那个带 wine 的，你不懂吗？我们是吃午餐。对了，lunch 跟 dinner 一样嘛。他还带杯子哎。我就知道你没有杯子的。天哪！他有跟你们讲他会带 wine 来吗？没有跟他们讲。好有心哦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有东西吃的哈？以前的没有嘞。就是从吃可以了解到你们。谢谢。谢谢你终于请我上这个全听你说，我等很久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会不会有点压力？因为要讲华语。Very 压力，从 last week 就压力到昨天。来，我们先来吃一点。哎，很好吃哎，这个萝卜，我的天哎，这个滋味。哇，哎 B， 谢谢你。好，我叫这些东西，别的艺人就跟你叫 sashimi sushi 这样。我是很 cheap skate 的，我是 local 哥 #support local。哎，你是我们的巨星哎。哎呦，拜托。真的，你知道那一年我差一点点跟喜剧演员有一点点关系，要不是你啊，我拿奖了，我第2名。对，你记得啊？你记得？哎，我们排谁？有你出吗？谁能够赢你？没有啦，不要这样讲。哇，我很惊讶嘞。什么？你的出道啊，是影后嘞。什么？影后级的出道嘞，你是被影出道的。对，很好嘞。不用讲台词的，我很喜欢嘞。你怎么样去当人家的背影替身？那时是玩的啦，因为在等那个 A-level 的成绩，就整天在家没有东西做嘛。报纸有登说他们那时是 SBC 在招请 swimmer 游泳健将，然后我的 auntie 就剪出来给我妈妈。因为你以前就是我在学校是代表学校的，然后我就去 try 咯，就去 try， 然后他们就叫你游咯，可以，然后我们就被叫，好像有10个还是8个，我们就被挑选做那个绿水英姿的陈丽萍、胡淑贤、陈慧慧、朱乐玲的替身。你华文可以没？不用讲话吗？OK， 我讲 action， 你们就跳下水，就一直游到那边。然后讲他听不到在黑门再重来一次，我们就走回去，重来再跳下水这样。所以你是做替身还是做一个临时演员？替身。谁的替身？丽萍啊，淑贤，我做淑贤的比较多。Please 啊，淑贤那么瘦，那么……我以前是瘦的，很难想象吧？我有瘦过的。那时候你说几岁啊？18、19吧。来看一下这个是 Irene 啊，你看那个配音真的很难听耶。晚上的烤肉会我不去了，我赶着去。这个，盼盼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会去。喂，盼盼，你姐姐不去，那你去不去啊？去吧。Oh my god， 你 hunchback 瘦到这样了。盼盼，我是 zero fat 的嘞。去就别勉强了，免得去了大家不开心。就是嘛。我是陈慧慧的 right hand man 呢，跟班。在老地方集合，迟到自我啊。讲华语啊。这个是配音的吗？但是你现场怎么样去衔接这个对嘴或者是看稿？以前不用的，你就是讲，那个配音的人会自己帮你配的。所以你在前面乱讲话，那你不是很 disturb 演员？不会嘞，我有讲出来那个台词啦，我是讲的不准啦。所以你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你就怀抱着明星梦啦？没有，我是那种从来没有在学校里面从来没有想过长大后要当演员。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很好上课，我一上课就睡到 recess time。还有我通常那种 Teachers Day 啊 ，National Day 啊，我会上台主持啊，自己 volunteer 啊，然后自己自导自演那些 skit 啊 ，Cinderella 啦什么。然后老师有一天走过的时候，他就敲我的桌子，我在睡觉，我的鞋还讲，你不要上学了，你去当演员了。全班笑嘞，
连我的同学呢，男同学讲这么丑怎么当演员？你要当演员要美的嘞。然后我就没有想到要当演员，只是说那个替身我觉得我可以，因为我不懂要讲话的，我以为是游泳而已，一天30块嘞。整天在那个坐着吃西瓜吃咖喱包，叫你跳洒水的时候你就跳洒水，这样吗？哦，然后我就 OK 啦，很不错吗 ？Bit to do what I like 嘛 ，right？而且你还有帮郑慧玉做过替身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郑慧玉嘛，然后跳下水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啊？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，我有一个是跳下水，然后他们拍跟上来，他拿那个东西的就变慧玉了。你看这边一个 close up， 这个是不是你？不知道哎，很熟哎，这个好像是哎。哎呀，我们是拍完就回家了，我们来旅行，我从来没有看那个戏的。还有一个这个对吗？排球的，这个，就是你开始慢慢有台词。哎呀，对，我有你的那个我 improve 了35块。我想要些牵牛花配含羞草，你们这儿有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们这儿没有这2种花。我整天演坏人呢。就是借来，都是些扫墓用的。难道你们没有玫瑰？你看我有多瘦，我有瘦过，你看。今天玫瑰花都已经卖完了。怎么搞的？那么大的一间花店，连最基本的花儿都没有，真可笑。范丽萍也是很瘦，大家都很瘦，然后很有个性，上啊却不怎么样。对，下一次公开赛的冠军一定是属于我们天虹队的。对呀，真心觉得在一个年轻花样年华的时候不难看呐。你刚刚跟我讲男生霸凌你，我很生气耶。真的，这么多人跟你讲你这么丑，大家笑。你身材好啊，很有个性啊，也有 talent 啊，会搞大家，就是应该是一个开心果。人家这样讲你，你不难过？不会嘞，我像习惯了嘞。我一向不觉得我是美女吗？说，for 我来讲说，如果你接受了哈，你可以 move on 比较好。如果你在那边自欺欺人哈，你就还要做很多东西嘞，那很贵的嘞，要去韩国很多次嘞。我也不喜欢有怕痛的人，然后我就先接受自己先，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我在想要怎么样把我的长处收多一点。你就觉得才华可以掩盖住，可能你对外表的没有信心。对。对，你很小以前我就很用功去加强我的才华、我的能力、我的一些智慧。所以我读很多书。我读书的时候不喜欢读书，但是我出来做工之后，我就读很多书，我就看很多书，一直看书，一直上进，自己自我上进这样子。然后你从小就对这个运动体力，从小都没有想到进这圈的，我是要当一个运动员。你说你参加 SEA Games， 我也参加 SEA Games， 对，1991年。1991年你做的是什么运动？击剑。很奇怪的，我游泳游了很多年都进不了国家队，然后那时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发胖，说就想找一些运动，跟我的朋友说，我的那个Army 的那个 fencing team 哦少一个女生，form不了那个 team， 你要不要来参加？然后我去看一下先，然后我一看我就爱上他的 uniform。他的那个 uniform 很帅，然后又戴那个帽子，就好像一个 gentleman 这样。而且他们很有礼貌的，你在打架之前你要跟人家敬礼先，然后你要打人家要说我要来了哈，你要跟你要用那个剑杆讲我要打你了哈，你要做一次才可以打人家。如果你没有做哈，你打到你又没有算分数。我觉得哇，这种运动是很少见到的运动，这么有礼貌的运动。然后脱了那衣服哈，那些男的都很帅的，都是彬彬有礼的。我有彬彬有礼嘞 ，OK。我觉得这个运动是很有 culture 这样的一个运动，所以我就 join 咯。你因为男人，因为很有礼貌，你就 join。对，我觉得不容易的击剑的。所以我 join 了才知道，其实第一那个衣服很紧，第二你要盖住你的脸，呼吸又很困难，第三你整天度到那个景象哈，你去上班人家以为你有love bite。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每次度到一点，那我的 boss 哇，昨天没来的没有，actually 没有啦，是那个剑度，真的是拿剑，然后就在8个月里面就进国家队了。教练说我其实有天分，我也不懂是什么天分，然后就进去国家队，然后就代表新加坡去 SEA Games。SEA Games 拿到了什么牌？银牌，拿到银牌也是吓到，因为那个跟我打的人是上一届的冠军，但是我是新人，他不懂我出什么招数这样的意思。我是那种闯这样乱闯，我有动我就闯这样子，他一休息我就闯，然后我那时很有力，很有 stamina 的，我不会停的。他累了他停我就啪啪啪啪，他来的时候我就闪，结果我赢了他，连每个人都吓到。那时候拿 SEA Games 拿银牌有没有奖金呢？哇，那个才厉害。奖金2600块，然后我还欠我的教练3000块，
所以拿了那个奖金，我还要倒贴400块，因为你去参加国际性的比赛，你要买3个新的剑，然后呢还要买新的鞋子，连我们戴的那个头盔right，去 international 要买那个法国的嘞，没有，他有个只可以买这个牌子的。OK， 在1991年的时候嘞，买到来加飞机票泵加什么东西，就是差不多3000块咯。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要还我的教练，每个月还他50块嘞。我讲这个是什么运动？代表国家拿了银牌还要还钱1400块， Imagine 我没有拿到那个银牌，你亏到完哦。哇，不然要还到几十啊！然后你就从 SEA Games 下来之后拿到银牌，有没有乘胜追击？就是奥运啊？有 Barcelona 的啊，所以我也考进去那个 selection list， 所以你现在要进去那个 selection squad first， 所以你要进去 selection 就是从 selection 他们就会看你的表现 for 2年这样子。在 SEA Games 过后，其实那个 Chief Umpire 就是那个 Chief 的那个 Judge， 这样他有请我去法国，他说你很有天分，你要不要跟我回去法国？就是我在想，如果他是不是要骗我去法国，然后把我卖掉？还是把我煎掉，虽然不美，但是可能他们讲，哎，你这种脸哦，那个 high cheekbone 的哦，老外很喜欢的嘞，你有那个按摩喜欢的脸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去法国的时候哦，我回不来怎么办？那时奶奶开始也生病了，然后我在想，我如果离开的话，她没有人看。然后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工作嘛，然后就没有什么钱，因为那个去奥林匹克要5-6千呢。那时我什么都没有嘛，所以就放弃了去奥林匹克的机会。哇，太可惜了，时不与我，整个环境不能让你成为一个闪耀的运动员，然后就开始我的工作事业，就是做 sales 啦。第一份工作是在胡淑贤的公司卖那个运动装，因为那个是 retail， 整天在那个 shop 我就很闷，不可以出去嘛。然后我就找一个 outdoor sales， 先是卖信用卡，然后离开是因为那时候有升职的时候，有一个比我差的人升职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去找老板，老板跟我说，因为你没有学历，因为我 A level， 他有大学学历，但是我很爱我的顾客，很多人 support 我的嘛。所以我跟我顾客的关系都很好，我就一个一个打给他们说，然后就有一个 Mr. Ng 咯，Mr. Ng 就说，哎呦，我其实不用那个卡的，我很多了，我就是因为你啊，我 support 你啊，我才买的。我们出来吃饭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你，那你要做什么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讲 OK 了，你来我公司上班。我讲哈，他讲你要做什么？经理吗？我说要做什么的经理？我给你一般人去管咯。然后你帮我卖 hamper 咯，卖那个 corporate gift 咯，然后我就OK 了。然后离开是因为无论我做的多么好，因为是家族生意，我是停留在那边的。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我之后的恩师 David 这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主管，他从那个信用卡到 hamper 到那个 corporate gift 都有 support 我，都有跟我 order 东西。因为他一直在 recruit 我，待了我5年呢。你在保险业待了几年？7年半。7年半是很高收入了，是差不多已经很 settle 很稳。头很好，我就开始骄傲了，就觉得哎呀很容易的，人家用那个什么$1 million用1年做，我3个月就做好，可以做得到了。我就其他9个月就在那边窝囊咯。我觉得这个窝囊很好用嘞，窝囊 ，you know I'm very 窝囊。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很废，然后有一点自我骄傲。然后就开始有很多坏习惯咯，钱也赚得多了，那个时候。那时候开始然后开始舒服了，然后就开始很多信用卡，就可以签到有一天，我的阿嬷进去医院，然后医生给我们说，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开始醒来就慌了。那时候呢，就告诉自己，在这几个月里面陪她越多越好。然后我们因为他在医院的时候，他有9个孩子嘛，他们就 take turn， 然后我就 volunteer 做那个晚班的，然后晚班我就11点 take over 我的 auntie， 到早上7点另外一个 auntie 过来，然后再去吃一个饭，然后回到家早上10点就睡到晚上，就是那6个月都没有工作，就是开始就一直用信用卡没有工作，然后也把储蓄用光，然后也同一时间在1996年8月的时候就收到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律师信，说你没有还这个钱，你就要被控什么信用卡的吗？信用卡，所以我没有用这个信用卡的。然后我就很慌了，又去医院的时候看我的阿嬷，又好像就是医生说可能还有几个星期，我就全部的坏的东西就一起来这样子。
你那时候大概有欠多少钱？我记得26000，因为我去告诉我的 David， 我那时候做保险的，然后我就跟 David 说，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老板，我说而且你也是很疼我、很爱我，教了我很多东西，他教我很多 sales 的东西。我说如果我的阿嬷走了之后，我也会跟着他一起走，因为我做人生没有，我父母也不爱我，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我重要的东西。那时候我觉得哇，去 SEA Games， 然后 insurance 做得很好，就是很成功。因为你小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很成功了。我说哦，我已经很成功了，然后我就失败，然后很累。我说再成功很累，我不要再成功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跳下去，但是我说你不用担心，我没有这样快着跳，我会先跟你讲先。我的阿嬷去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她去。这个老板很好，他就说 OK 了，这样你明天把你的全部的 bill 跟你的那个信拿给我看，可能我有律师朋友可以介绍还是什么。然后第二天我就带那些一堆的 bill 跟一堆的信去他的公司，然后就按那个电话，以前是 intercom 的 ，Lily 拿我的 checkbook 来。我说 David 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跟你借钱，我不要跟你借。我说他说 Irene， 你知道今年我是刚刚升级做 manager， 我要 go for 那个 award for top new manager。那如果你走了之后呢，我一定是做不到的，你一定要帮我拿到这个。如果你成功，我才可以做top manager。他转过来，我在帮他嘞，所以他让你感觉有被需要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他就写了一张支票给我3万块，我就说，哎，为什么多出4000？那时候是8月，他讲你一个月你需要1000块去生活，11月是我们 closing 是11月的，他讲每个月你还需要吗？他说你每天我不管你从医院之后你回家睡哈，从下午开始12点，你就要去开始见顾客。见到你再去医院见阿嬷的时候，他讲我不管你有没有 close 到那个 sales， 去见10个人，这么简单的。我说有这样容易吗？见10个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了解到之后，我在 fly 的时候，我每次跟我的 staff 讲 ，it's all about number games， 因为我学到什么是 number game。你见越多人被拒绝的机会越高，但是你成功的机会也更高。你见10个人，我每天卖1个就好，就是9个人拒绝我，但是有1个人跟我买。然后最后为什么会去到5万多块？在12月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？所以你用4个月的时间冲到了。而且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一直在看阿嬷吗？看阿嬷，去看人，看阿嬷，去看顾客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欠人家，所以我在想，现在看阿嬷，我现在欠 David 3万块，我一定要把在我走之前，就算我要跟阿嬷一起走，我也是要把这个钱还给他，对不对？他是我的恩师吗？我不可能欠他钱然后就走掉吗？所以你这个人活得清清白白，死也要干干净净就对了，很清楚的。对，不可以欠人家东西的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这样撑过去，哇，很辛苦啊！我把最后一个单子交上公司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约了朋友说，好，我们去 celebrate。我还记得那个 Friday， 我驾车去那边park了车 ，order 了那个酒我的三婶就打来，哎 ，Irene， 阿嬷不行了，你快点赶回来。那时候他们把他从医院接回家。那时我跟另外一个表弟很 close 的表弟阿 Ben 在一起。阿 Ben 说：“哟，他讲阿嬷真的是等到你做完你要做的东西了。”他让我想，阿嬷真的是 hold on 呢。如果他在 before 这个4月当中走掉的话，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可能理解不到什么叫做你不 all your effort in， 什么叫做 number game 可以成功。然后我的安迪打来我驾车去那边。他看着我，还有那时也是不会讲话了，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睛给我那个 agree 这样眼睛在笑，然后跟我笑一下，然后他就最后吸了最后一口气。我永远记得那一幕，在他死的时候，我很气自己。他的那个吊丧的时候啊，我每一天没有跟人家讲话，我这么叽喳的人呢，那个整个 funeral 没有讲到话来，大家都吓到，这个银行这样近，发生什么事？是因为我整天在那边看住那个棺材，在看住阿嬷的时候，我在那边。在自责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欠阿嬷500块，因为之前他还没有很病重的时候，1年前 before 他病重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没有钱还车那个车，然后我就去跟阿嬷讲，阿嬷就说：“哎呀，不可以了，你做 sales 你要有那个。”他就借我500块，我就说：“阿嬷，我改天有钱才还你。”他讲：“不用，你慢慢来。”我从小到大，因为父母没有在身边，我就是答应了他说，我会要长大之后带他回去唐山。但是我这2点都没有做的，第一没有还他那个500块，第二唐山也没有带他回去。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这样没有用，这样没有让阿嬷教。阿嬷去的时候我一无所成。没有啊，你已经很 OK 了，那4个月阿嬷教你了。对吧？我不知道吗？他看不到吗？他在医院吗？
我成功了，我拿了那个 check 的时候是他的 funeral 过后嘞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睡了。忽然间，我在那个灵前那边有一个领悟到一件事，有一个声音好像在跟我说：“你欠阿嬷的钱，你可以很多倍回馈给社会。”我想还要给多少钱啊？这样，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说 ：“OK， 我赚了所有的钱，我可以帮到任何人，可以代表阿嬷帮助社会的。”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他在生的时候我没有让他骄傲，但是他去世之后，我要好好做一个很有用的人，就是要让他在天的时候会为我骄傲，这个就是我的转捩点。所以对阿嬷的一种遗憾跟弥补，把它变成大爱，投向给社会，把阿嬷的爱放得更大。我就代表他去把这个爱放出去。所以奶奶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重的感情因素，最爱的，最爱。什么遗憾都没有办法超越，就是奶奶那个遗憾是人生最大的，对，而且可能弥补不完。even more 遗憾点，没有去法国，就是学那个击剑，也比我没有上大学更遗憾。那肯定，因为我上大学，我很赌气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是那种不要浪费时间的人，所以我那时没有上大学，因为我的 A level 考了3次 ，fail 3次，但是我一直想当律师。那时候想当律师是因为父母一直进出监牢，我就当说我阿嬷每次要当首饰啊，当屋子啊，当很多东西去找律师费，我就想如果我长大当律师，我阿嬷就可以省很多钱。你很爱你阿嬷。对，在你那么缺乏爱的情况下，阿嬷她是怎么样照顾着你？我觉得阿嬷好像孔夫子这样子，她从来不会骂我。我记得她那时候在我们家楼下卖包，有一个卖包的摊子，我们有一个邻居，他是一个散工，很老的，但是没有结婚，跟他的妈妈一起住，然后是散工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邻居在拉北，就拿了一个包，然后就给他放进去，就走掉。然后我就去追他，然后我的阿嬷就拉住我，说你不要追他。我说他没有还钱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他拿了我们包，他想说他没有钱嘛，这我就没有钱，这我就不可以拿包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就学到这句“施比受更得福”。哇为什么会这样？阿嬷跟我讲说，你要做那个跟人家讨包的人，还是那个给人家包的人？我就听得不明白，我才primary 2嘞。我讲当然是要给人的啦，为什么要跟人家讨？他讲我们给人家包咯。人如果我们有本事给人家包，是一个好事来的。我说是咩？但他不是骗了我们的包，他不是骗，他没有钱。他做什么？他跟我讲，他做什么就是他要 answer to 上天。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要 answer to 上天。我们做好自己的，不要管人家做什么。另外一件事我做的就是阿嬷死后，我就把那个全家放在一起。因为阿嬷死之前呢，有一天在医院，他跟我讲，我就问他说：“阿嬷，为什么你要走？如果你走了之后就没有人爱我吗？”我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上天要给我这个父母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嘞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要，无论你的父母有多坏，你要照顾他们哦。”然后我就说一句心里话，你原谅你父母吗？原则上是原谅吧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还是很气他们，因为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跟我道歉，而且一直否认对我做的一些东西。但是最糟糕是长大之后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她都不记得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一次而已spelling fail 嘞，我的 spelling fail 我妈妈拿着刀从8楼追到9楼去。然后我进去一个邻居的家，把铁门关上来不敢出来。到我爸爸回来的时候，现在你妈还记得这件事吗？她讲她不记得。你有没有跟你的父母谈过你的童年跟你的缺乏，跟可能你这一生中原则上你们欠我一句道歉，虽然你们是我的父母。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不用，所以我才气咯。其实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不愉快的那个原生家庭的经验。父母以前的那个过错，原谅不原谅是其次，接到身边来。现在的爸妈他们还在你的 office 出白单你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爸爸在这边所谓撒野或者是霸道？爸爸已经做了10多年了，说刚开始是非常辛苦，然后因为他有一种好像除了我的女儿 which is 我的老板，其他的人他都 operation director 跟他讲话，他也是不会尊重这些，所以我一直要跟他纠正。但是其实这个疫情的时候，我对他非常骄傲，因为我们公司那时候 circuit breaker 的时候不可以出去吗？我就要全部的员工去上课，爸爸也参与，然后他上了之后，他还自己去 apply 自己的 course，
就是我看到他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继续进步有上进啊，偷偷真的是很难控制他。你对他们的容忍度从哪里来的？因为答应了嘛。哇，你对人的承诺很……我不可以的，我 promise 的，我要 keep the promise 的。其实我不需要他们工作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你可以直接养他们吗？ Of course， 对，但是你要他工作，他们有一个寄托，他们觉得自己有一个 useful，you know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。如果年长的人他们还可以工作，应该继续工作，减轻他们的负担。所以你的童年世界里，除了他们没有给你家庭、没有爱以外，他们对你的关心多不多？没有，从小到大我都不觉得我父母有关心过我。你看着这样的父母，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一定会想，你要找爱啊！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对啊，会很遗憾吗？我喜欢看东西双方面啊。我觉得，比方我刚才跟你说，我在外面无端端会遇到很多贵人，就是会很多人来无端端的在我身边会出现要帮我。就是你觉得上天没有给你这个的，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偿给你。所以我觉得这样会做人会好过一点的对不对？所以奶奶去世后，我把寄托放在答应过她的父母身上，还有回归给社会那个部分，就是在生的时候我要回归给社会，我要做成一个好的正能量的一个影响。在成功的定义不是说你要住大房子有游泳池啊，还是做 business class 整天啊，可以整天 party 啊，不是，成功是一个人他们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，他们可以帮人类做到什么东西。对我来讲，人比较重要。我在这边要进入到另外一个 Irene 的一个高潮点了，人生的高潮点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前期这么样一个坎坷，不是很快乐的女孩子，结果成为我们戏剧界的天后，就是花初康 wife 的来临了嘞。最后我知道是人命，我跟你讲，我天打雷会吓死我。一个人如果很安全的过一生，是很浪费的。我从零开始，我可以回去零，再从头开始。我经常从零开始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